大家好，今天來介紹一個新推出的外掛，它的名稱叫做 HTML Tabs。它能夠協助我們在筆記裡面內嵌分頁式的頁面，透過分頁式的頁面就可以對 Obsidian 的操作界面增加了更多的擴充。今天透過3個應用來介紹 HTML Tabs 的使用，相信透過今天的這3個應用的介紹，大家就應該能夠很熟練的來操作 HTML Tabs 了。如果你有了更新應用的 idea， 也歡迎在留言區裡面分享。在今天的範例裡面，使用了程式碼區塊的外掛 CodeBlock Customizer。這個外掛在跟 HTML Tabs 使用上的時候，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小地方。等一下我們在講解應用的時候，再一併跟各位講解。首先，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HTML Tabs 它的語法。它有2種語法，主要就是依據你的區塊裡面有沒有程式碼區塊來決定你要使用語法1或者是使用語法2。假設你的區塊裡面會有程式碼區塊的話，那麼你就是使用3個波浪號再加 Tabs 這樣子的語法來使用。在語法1裡面要用3個 tilde 開頭的 Tabs， 最後再用3個 tilde 來結尾。在這個裡面每一個分頁就是用3個減號加 Tab， 後面再加上頁籤的名稱來組成，這樣子就可以形成一個分頁的區塊。第二個語法就是使用程式碼區塊的3個倒引號，後面再加上 Tabs， 裡面的每一個分頁也一樣是用3個減號 Tab， 後面再跟着頁籤的名稱來組成。只要透過這2種格式，就可以很容易的形成 HTML Tabs 的分頁式的頁面了。以下就來說明我這一次準備了3個分頁的應用範例。在這個範例裡面，我使用了下面的 CSS 片段來對頁籤做一些美觀的處理。各位有興趣的話，就可以到我的解說文章裡面，可以把這個 CSS 片段複製到你的 CSS 的檔案裡面，來形成一個比較美觀的分頁呈現。大家可以注意到，在這個 HTML Tabs 的程式碼區塊的呈現，可以看到它這一邊的呈現呢是沒有行號，也沒有檔案標題的呈現。但是在我上方的 CSS 片段裡面，你卻可以看到這邊會有行號，而且會有檔名的這些內容出現。雖然我使用的都是同一個 CodeBlock Customizer 外掛，但是在 HTML Tabs 的原始碼模式裡面，它是沒有辦法呈現 CodeBlock Customizer 的外觀，它必須進入到閱讀模式以後，才能夠呈現出跟上面相同的一個樣式的呈現。我來切換到閱讀模式，點擊一下右上角進入閱讀模式。各位可以看到，在閱讀模式下面，它就會有程式碼區塊的使用的程式語言以及名稱，同時會有行號。這個在 HTML Tabs 的原始碼模式裡面，它沒有辦法做這樣子的呈現。那這個是大家要注意的一點。第一個範例就是用程式的片段，因為當我們在學習程式語言或者是在做記錄的時候，經常會有一個功能呢是分散在不同的檔案裡面的。現在透過了 Tabs 的這樣子的界面，就可以很容易的把某一個功能用不同的分頁來做呈現，這樣子對我們的記錄跟學習來講都會有很大的幫助。比如說在我的一個 HTML 檔裡面，我使用到了一個外部的 JS 檔，我們可以把 JS 呢放在另外一個分頁裡面，在這邊呢就可以看到這一個 JS 裡面的內容。以前你可能必須把它全部用上下的方法、垂直的方法來呈現，現在就可以用分頁的方法來呈現，這樣子對於閱讀來講可以達到更好的一個效果。CSS 一樣可以把它放在另外一個分頁裡面。這是第一個程式片段的範例。第二個應用範例就是可以用一個考題，也就是 Q&A 的方法來呈現。我在第一個分頁問了一個問題，然後它的答案就可以在第二個分頁裡面來呈現。這邊呢是另外一個考題，它的答案呢是在後面這個分頁來呈現。我們就可以用 Tabs 多分頁的方法來達成這種 Q&A 的一個效果了。第3個應用範例是來做翻譯，比如說在第一個分頁用一個英文要求把它給翻譯成不同的語言，我們就可以把其他不同的語言放在另外的分頁裡面，類似於 Anki 的正面反面的閃卡的一個操作的方法。比如說 Obsidian 英文要把它翻譯成中文，它就是黑曜石，
再把它翻譯成韓文，或者翻譯成西班牙文，或者是你學習的其他的語言。透過這個方法，就可以達到類似閃卡的效果。今天就是介紹 HTML Tabs 這個外掛，我相信應該還會有其他不同的應用的類型，各位可以盡量在我的留言區裡面來分享。今天就介紹 HTML Tabs 到這邊，如果各位覺得我介紹的內容對於你的學習有幫助的話，請各位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謝謝各位。